大家好，我是元猫。就业危机可不是只在国内凸显，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。在北美、欧洲等发达地区，近年来有一个明显的趋势，全职工作越来越难寻觅，兼职岗位逐渐成为带动就业的主流。马斯克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提出了一个颇为乐观的观点，未来工作或许会成为一种可选项，人类无需再为了生存而工作，因为 AI 和机器人能够完成所有的生产与服务性任务，为社会提供所需的全部商品和服务。不过，也有相对悲观的看法认为，当未来大部分工作不再需要人类参与时，人类只能去选择那些仍需人力的工作。如此一来，大部分人的收入可能就无法依靠如今意义上的工作了。那他们该依靠什么呢？总之，想要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把目光拉回到国内的现实情况，2025年江苏省公务员岗位的平均录取比例为60:1，还有消息显示，2026年国考的竞争比达到了63:1。除了江苏、贵州、青海、天津等众多省份，在国考和省考里，报考和录取的比例都突破了这个比例。考公3次仍未成功上岸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但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在编制之外，社区工作者、机关编外岗的报录比已经悄然攀升至100:1。一个清晰的就业趋势正在年轻人中蔓延。公务员上岸难如登天，那些被称作平替岗的基层服务、编外辅助类岗位，正被无数没能在公考中突围的年轻人挤得满满当当。这并非简单的退而求其次，而是经济环境、就业观念与制度设计共同作用下催生的就业选择。其背后既藏着年轻人对稳定的集体渴求，也折射出当下劳动力市场的深层逻辑。要理解社工为何如此火爆，首先得看清公务员考试的内卷本质。近年来，全国公务员招录的报考人数连续突破200万，而热门岗位的报录比甚至超过1000:1，真正是千里挑一。就拿江苏省政府信访局机关处2级主任科员这个岗位来说，它是2024年江苏省考的热门岗位，仅招录1人，却有2581人报名成功，竞争比高达2581:1，堪称当年省考中竞争极为激烈的千里挑一岗位。还有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业务处1级主任科员这个岗位，同样只招录1人，同期过审人数就达到了1086人，竞争比为1086:1。公务员编制的总量是有限的，每年实际录用的人数仅20万左右，这意味着超过90%的报考者最终会面临落榜的结局。这些没能上岸的年轻人，一方面对体制内的稳定有着深深的执念，另一方面又不愿轻易投身波动较大的民营企业，而社工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。他们大多依附于政府机关、社区、事业单位等与体制相关的场景，虽然没有编制，但能提供接近体制内的工作环境、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，以及准体制内的身份认同，成为年轻人眼中踮起脚就能够得着的安稳。从岗位属性来看，平替岗的平替价值精准地击中了落榜年轻人的核心需求。社区工作者、街道编外人员、政务服务大厅辅助岗、事业单位合同工等岗位，其工作内容大多与政策落实、基层服务、行政辅助相关，和公务员的日常工作高度重合。比如社区工作者需要处理居民诉求、组织政策宣传，编外人员要协助整理公文、对接群众业务，本质上是体制内工作的延伸执行者。对于考公落榜者而言，从事这类工作既能积累基层经验，熟悉体制内的办事逻辑与沟通方式，为下一次公考面试增加筹码，又能避免脱离考公轨道。很多人把社工当作备考过渡站，一边领取工资维持生计，一边利用工作之余继续刷题，实现就业加备考的双重目标。更关键的是，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，社工的稳定性优势被无限放大。过去几年，民营企业的裁员潮、互联网行业的35岁危机、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等，让年轻人对市场化就业的风险感知急剧上升。相比之下，社工虽然薪资不高，但大多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合同到期后续签率超过80%，部分岗位还能享受五险一金、节日福利等基础保障，甚至有机会参与单位内部培训。这些确定性在充满变数的就业市场中，成为了比高薪更具吸引力的安全感锚点。数据显示，在2024年全国社区工作者岗位招聘中，大多数报考者明确表示看重岗位稳定性，避免频繁换工作。某省会城市政务服务编外岗的申请者中，超半数都曾有过民营企业离职经历。他
他们因担心企业裁员而选择转向社工工作。从劳动力供给端来看，社工的火爆还与年轻人就业观念的转变直接相关。随着求稳取代求高薪成为就业的首要选择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工作稳定性、工作强度、社会认可度纳入优先考量范围，而非单纯追求薪资涨幅。社工虽然收入低于互联网金融等行业，但普遍实行朝9晚5工作制，加班频次远低于民营企业，而且工作内容与公共服务相关，能让人获得为他人服务的价值感，社会评价相对正面。这种低强度加高认同的组合，契合了当下部分年轻人躺平式就业的心态。与其在民企996拼绩效，不如做社工求安稳，哪怕薪资低一些，也能换来生活与工作的平衡。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，其中文科类、管理类专业毕业生占比超过40%。这类专业的就业方向高度集中在行政、文员、服务等领域，与社工的岗位需求高度契合。另一方面，制造业、新兴产业等领域虽然存在大量岗位缺口，但由于专业门槛高，工作环境相对艰苦，难以吸引文科背景的就业人员。这看上去是学科设置不合理，培养的文科生过多，理工科过少。但换句话来说，也不可能人人都适合做技术、做研发。一方面，有些人可能遇到的是专业不匹配，另一方面，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这些技术岗位。而且 AI 时代，即使专业对口，很多基础的技术岗位也一样被淘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社工的火爆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隐性推动。近年来，基层治理任务加重，社区网格化管理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工作需要大量人力支持，但公务员编制紧张，无法满足用人需求，编外招聘成为补充人力的主要方式。以社区工作者为例，2020到2024年，全国社区工作者总量从400万增至650万，年均增长13%。这些岗位的扩招，直接为考公落榜者提供了就业渠道。同时，部分地方政府还出台政策，将社区工作经历纳入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的加分项，明确在基层服务满2年可享受笔试加分，优秀社区工作者可定向招录为公务员。这种政策激励进一步强化了社工的备考跳板属性，吸引更多年轻人涌入。然而，社工看似是次优解，实际上却暗藏着难以突破的现实困境。这些困境正在慢慢消磨年轻人的职业热情。首先是待遇天花板，社工的薪资普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。以一线城市为例，社区工作者月薪大多在6000到8000元，编外人员月薪在5000到7000元，扣除房租、生活成本后，可支配收入所剩无几。2、3线城市的薪资更低，部分县城的社区工作者月薪仅3000到4000元，难以支撑年轻人的长期生活。更关键的是，社工的薪资增长空间极小，多数岗位实行固定薪酬制，工作3到5年，薪资涨幅不足10%，远低于民营企业的薪资增长速度。这种低收入加慢增长的模式，让年轻人难以实现经济独立，甚至需要依赖家庭补贴。其次是职业发展陷阱，社工的工作内容多为重复性、事务性劳动，缺乏技术含量与晋升空间。社区工作者每天处理的是邻里纠纷、信息登记等琐事，编外人员的工作多是打印文件、整理资料，这些工作无法积累可迁移的核心技能，一旦离开体制相关场景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极低。同时，编外身份意味着晋升通道被锁死，多数岗位没有明确的晋升路径，工作再优秀也难以进入管理层，更无法转为编制。数据显示，全国编外人员转编率不足2%，且多集中在极少数优秀者中。对绝大多数人而言，社工就是一眼望到头的职业终点。这种无技能积累加无晋升希望的状态，让很多年轻人逐渐消磨掉职业斗志。更隐蔽的是身份认同焦虑。尽管社工依附于体制场景，但编外、合同工的身份标签让年轻人始终处于边缘状态。在单位里，编外人员往往被排除在核心工作之外，无法参与决策性事务。在社交场合，社区工作者、编外人员的职业介绍也远不如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有分量。这种看似在体制内，实则在体制外的尴尬处境，让很多年轻人产生自我怀疑，甚至不愿向他人提及自己的工作。大多数社工从业者表示，因身份问题感到自卑，很多人会刻意回避工作单位性质的话题。这种心理压力正在影响年轻人的职业幸福感。社工的工作内容对学历要求不高，
本科甚至专科毕业生完全能够胜任。但现实情况是，越来越多985、211高校毕业生涌入这类岗位。2024年北京朝阳区社区工作者招录中，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72%， 其中211高校毕业生占 18%， 985高校毕业生占 5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社工的低流动性让年轻人失去了接触市场的机会，长期处于体制保护罩中，缺乏市场竞争意识与商业思维。一旦未来岗位调整，很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。难以适应市场化就业环境，考公落榜的年轻人挤向社工岗位，这是当下就业市场的一个缩影。国内是这样，换个角度看，国外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欧美的年轻人同样遭遇了就业寒冬，越来越多的兼职岗位正在取代全职岗位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5年12月5日发布的2025年11月劳动力调查数据，尽管2025年11月失业率大幅降至5%，创下16个月以来的新低，但就业增长主要依靠兼职岗位支撑。当月兼职岗位净增 6.3 万个，而全职岗位不仅没有增长，反而减少了 0.9 万个。而且新增岗位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，该领域单月新增 4.6 万个岗位，成为拉动就业的核心力量。所以谁知道呢？想想开头马斯克所说的，也许这就是未来的就业趋势。好了，关于这个话题，您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是元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